罗布泊，中国西北最干的一片地，这里一年下不到10毫米的雨，地表用手一按就碎。可是在这片沙漠的沙丘底下埋着100多口船，不是模型，也不是雕刻，是把整根树干掏空，再蒙上一整张牛皮的真船。而每一口船里都躺着一个人，他们被包在羊毛毯里，脸朝着天。船的四周插满了木柱，密密麻麻，远看像一片枯死的树林。这些人在这里躺了将近4000年，他们到底是谁？一直到2021年才有答案。欢迎回到暗史档案，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被时间遗忘的故事。今天要说的叫小河墓地。这个地方最早被外人记下来是在1934年的夏天。那一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跟着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走进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缘。他要找的其实不是墓地，他想找的是当地人讲了很久的一座小山。罗布猎人奥尔德克告诉他，沙漠深处有一座插满木头的山，山底下埋着1000口棺材。1000口这个数字是猎人讲的，属于当地的传说，当时没有人真的数过。他们沿着孔雀河下游的一条小支流往南走，那条河很窄，当地人就叫它小河。贝格曼后来就直接用这条河的名字替这片墓地取了名。小河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普通，而且和埋在那里的人没有任何关系。1934年6月，走了几天以后，他们终于看到了那座沙山。沙山不高，大概7公尺，可是整个山顶满满的插着木柱，木柱一根挨着一根，最高的超过4公尺，全被风沙磨得发白。贝格曼在笔记里写，那看起来像一座木头做成的森林，长在一座没有水的山上。风把表面的沙吹走以后，有几口棺材已经整个露在外面。牛皮绷在船身上，干了以后往内收紧，把整口棺材裹得密不透风。那个夏天，他挖开了12座墓，拍了照片，带走一批文物，然后他就离开了。接着战争来了，整个中亚的考古工作停摆，考察团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在报告里留下了那座沙山的位置，可是那份位置后来没有一个人能用。他带回瑞典的那批东西后来收进了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那批资料里有几张干尸的照片，那是外界第一次看到小河人长什么样子。罗布泊的沙丘是会走路的，顺着风向，一年可以往前挪好几公尺。他写在报告里的那些参照点，过几年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更麻烦的是，这一整片后来变成了进不去的禁区。1964年开始，罗布泊成了中国的核子试验场，整片湖区封了几十年。没有许可的人进不去，有许可的人也不是为了考古而去。而湖水本身在1970年代前后彻底干掉了。从卫星上拍下来的罗布泊是一圈一圈的白色纹路，像一只巨大的耳朵。这几十年里，有人试着重新去找小河墓地，一次也没有成功。1950年代找过一次，1980年代又找过一次，2次都空手回来。沙丘一年一年换位置，把所有可以认路的东西全部抹平。在沙漠里，一座7公尺高的沙山和旁边几百座沙丘长得一模一样。1年、10年、30年过去，还是没有人找得到它。整整66年，小河墓地只存在于一份瑞典人写的旧报告里。见过那座沙山的人，一个接一个过世，到最后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在哪里。2000年12月，一支新疆的考古队带着卫星影像和卫星定位仪又走进了那片沙漠。这一次，他们只花了几天就站到了那座沙山底下。沙山还在原地，木柱也还立着，只是又被风沙吃掉了一截。2002年，正式的全面发掘开始，一挖就挖了3年多。他们最后在这一座沙山里清出了167座墓。
而且这些木不是平铺在地上的，是一层压着一层，上面一层埋满了，就铺一层沙上去，再从头开始埋第二层。5层木葬叠起来，才堆出这座7公尺高的沙山。换句话说，这根本不是一座山，这是他们一代一代用死者堆出来的。研究者估计，加上被风吹走和被盗掘破坏的，这里原本的木可能超过300座。光是立在木上的木柱就有140多根。这些木柱分成2种形状，一种是7棱或者8棱的柱子立在女性的墓前面，另一种上宽下窄，像一只被放大好几倍的木桨立在男性的墓前面。研究者推测，这2种形状分别代表女性和男性，属于一种生殖崇拜。柱子上原本涂着红色，4000年过去，凹槽里的颜色还在。而每一根柱子的正下方就是那口船。棺材的做法非常固定，100多口几乎都是同一套工序。先把一整根胡杨木剖成2片弧形的板，立起来当成船舷，2头各插一块挡板卡紧，整个就变成一个尖尖的船形，没有用到一根钉子。把遗体放进去以后，再整个盖上一张刚剥下来的牛皮。而这种棺材没有底板，人是直接躺在沙子上的。牛皮蒙上去的时候还是湿的，沙漠的太阳一晒，它就开始收缩，皮革越缩越紧，最后把整口棺材绷成一个密封的壳。沙子干，盐分高，外面又包着一层不透气的皮壳。这3件事凑在一起，把里面的人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其中有几座墓规格明显比旁边的高一级。整口棺材外面糊上一层厚厚的泥巴，干了以后变成一个硬壳。泥壳外面再包一层牛皮，前面立着特别粗的木柱，柱子涂成红色。而在这100多口棺材里，有几口打开以后，里面没有人，躺在里面的是一具用胡杨木雕出来的假人。假人身上一样穿着毛织斗篷，头上一样戴着毡帽，连陪葬品都照给。研究者推测，这些人可能死在很远的地方，尸体没办法带回来，家人就做一具木头的替身，照着完整的规矩下葬。在这座沙山上，连缺席都要有一个位置。陪葬品也很不对劲，这座墓地挖了3年，一件陶器都没有出土。在4000年前的墓地里完全不见陶器，是目前所知非常罕见的情况。他们用的是草编的篓子，编得非常密，可以装谷物，也可以装液体。墓里还放着一种叫麻黄的灌木枝条，塞在斗篷和草篓中间。有学者认为，那和中亚古代宗教仪式用的一种植物有关系。也有人觉得没那么复杂，那只是他们身边最常见的一种灌木。2003年，考古队打开了保存的最好的一口棺材。棺材里的人身上盖着一件宽大的毛织斗篷，从脚一直盖到下巴。斗篷是米白色的，边上缀着一排红色的毛线穗子，颜色到今天还很清楚。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尖顶毡帽，帽檐上插着2根羽毛。脚上是缝得很细的皮靴，靴筒外面还一圈一圈捆着皮绳。掀开斗篷的那一刻，现场没有一个人说话。一张4000年前的脸完完整整地留在那里，睫毛一根一根都还在，鼻梁很高，嘴角微微往上翘。后来大家叫她小河公主。这种毡帽在墓地里不止1顶，几乎每一个成年人头上都戴着1顶。帽子上插的羽毛，有的1根，有的2根，插的位置也不太一样。从骨骼判断，他死的时候大概25岁，身高1米5几，牙齿磨损得很轻。而真正让实验室吵起来的是他脖子和胸口上的那几小块东西，淡黄色，干成一块一块的硬块，看起来像是某种食物。但白质分析的结果出来，那是乳酪。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乳酪就挂在一具4000年前的干尸脖子上。
检验还认出了里面的菌种，那是用牛奶加上乳酸菌和酵母发酵做成的，做法和今天中亚牧民做的克菲尔几乎是同一套流程。他们不会做陶器，却已经会控制发酵，这两件事同时成立。更妙的是，基因检测显示他们几乎都是乳糖不耐，喝不了鲜奶的人把牛奶做成乳酪就能吃了。而这群人身上还有一个更难解释的地方，他们长得不像周围任何一群人，深眼窝、高鼻梁、浅褐色的头发，穿的是毛织品，戴的是毡帽。他们的长相比较接近欧亚大陆西边的人群。100多年来，学界的第一反应都一样，他们是从西边搬过来的。最常被提到的是印欧语族的东迁。塔里木盆地后来确实出现过一种印欧语，叫吐火罗语。有学者认为小河人就是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祖先，也有人把他们连到更北边的草原文化阿凡纳谢沃，还有人主张他们是从南边的中亚绿洲一路走过来的。而这些说法全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上面，就是他们一定是外来的。而墓里的东西看起来也支持这个前提。他们种小麦和大麦，这两种作物最早都是在西亚被驯化的。他们养牛养羊，还会挤奶做乳制品，这一整套畜牧也是西边传过来的。可是在同一座墓地里，考古队也找到了鼠。鼠是中国北方驯化的作物，来自东边，走了很远的路才到这里。一座沙漠里的墓地同时摆着东边和西边的粮食，所有线索拼起来指向的都是一群走了很远的移民，但基因给出的答案完全不是这样。2021年，一支国际团队在《自然》期刊上发表了小河人的古基因组，他们从13具遗体的骨头里取出了可以定序的完整 DNA， 结果出来里面没有任何一种外来人群的成分。同一批研究还定序了北边准噶尔盆地的另外5个人，那5个人身上确实验出了草原文化带来的血统，这代表技术做得到，也代表那一带真的有外来人群，只是小河人身上一点都没有。小河人不是移民，他们本来就住在这里，他们是一支冰河时期就住在亚洲内陆的古老族群留下来的直系后代。这一支人学界叫做古北欧亚人，而这个族群在世界上早就消失了，只剩下一点点混在别人的基因里。研究者是先从各地人群的基因里算出应该有这么一群祖先存在，算出来很多年以后，才在罗布泊底下挖到活生生的本尊，所以他们被叫做幽灵族群，先在计算里出现，后来才在土里出现。而且他们的基因孤立了几千年，几乎没有和外面的人通婚。在血缘上，他们把自己关得死死的；在生活上，他们什么都收，西边的小麦，东边的鼠，北边的牛羊，他们全部拿来用。一群血缘上最孤立的人，过着物质上最开放的生活。那么那些船又是怎么回事？答案不在沙子里，在水里。4000年前的罗布泊是一座真正的大湖，孔雀河从西边流过来，在盆地里散成一条一条的支流。河的两岸长着成片的胡杨林和芦苇，水里有鱼。他们就住在这些水道之间的绿洲上，他们捕鱼、放牧，靠船在水道之间来来去去。船是他们每天都在用的东西，和锅碗一样普通。所以船棺不是象征，也不是比喻，他们是真的有船，人死了就用船送走，插上一只桨。那些立在墓前被磨得发亮的木桨也就有了去处。这座墓地一共用了大约500年，从4000年前一直用到3500年前。后来河改道，湖水退了，绿洲一块一块干掉，沙子盖住了芦苇，盖住了河道，最后盖住了那座沙山。湖干了以后，
人往别的地方去，再也没有回来。研究者推测，他们的后代融进了周围的人群，语言和名字都没有传下来。等到下一个人走进来，已经是3000多年以后的事。小河人没有文字，也没有留下自己的族名，连小河这2个字都是1934年那个瑞典人顺手拿旁边的河取的。我们知道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怎么下葬，却不知道他们怎么称呼自己。一个把名字弄丢的族群，把脸留了下来。他们留下来的是一张4000年前的脸和100多口开往沙漠的船。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被沙子盖住的故事，顺手按个赞，也点个订阅。有你的支持，我们才有力气再去挖下一座被时间吃掉的城。